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在跑长途的时候遭遇过野生动物？至少在我居住的澳大利亚，这可以说是经常遇到的日常了。Hello， 大家好，我是 Candy。今天我要给我的 Ford Ranger 安装一个铁的前杠。改装前杠不仅可以提升车头的接近角，提升越野性能，也给安装绞盘等配件创造了一个平台。更重要的是，前杠可以大大降低晚上跑长途或者跑山路时遭遇野生动物袭击所带来的损失。可以说，这是在澳洲居家旅行必备的一个汽车配件了。在今天视频中，我会介绍什么是前杠，为什么要安装前杠，演示一步步具体如何安装前杠，以及谈谈选购前杠时需要考虑的不同因素，比如前杠的合法性，以及不同前杠的设计会给你带来的区别，希望对你有帮助。那么好了，话不多说，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吧。在安装之前呢，我首先来快速讲讲什么是前杠。你现在看到我车头上的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澳洲式样的前杠，它是全金属材质的，整个替换掉原车塑料保险杠的一种前杠。简单说，它的目的不仅是保护车头，防止动物撞击，它也能提高一些车头的力间隙，增加车辆的越野通过性。这类前杠呢，在澳洲统称为 bull bar， 在北美好像管叫做 off-road bumper 或者类似的东西。其实两者功能有点不一样，我到视频后面还会展开再讲。类似的产品呢，还有一种叫 nudge bar， 就是装在原车塑料保险杠的外面的，主要是为了外观，不会增强任何越野性能，对车头也没有任何保护性，脚踢踢基本就能变形了。这是完全不同概念的两种东西，注意区分一下。各种品牌的bull bar形状大小都大相径庭，像我这个bull bar已经在车上8年了，很多人可能就会问，我既然已经有了，为什么今天还要换一个呢？那这就和bull bar的设计有关了。具体的原因我会等装完新的杠以后，再把新旧bull bar放在一起肩并肩的对比一下，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更换。既然现在知道了什么是bull bar，住在澳洲经常跑出城区的朋友可能也发现了，澳洲乡村几乎所有车每个人在车头都会顶一个bull bar。那不住在澳洲的朋友可能就会好奇了，这东西到底有用吗？或者说这东西具体有什么用呢？所以在开工前我必须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需要bull bar。在澳大利亚跑过长途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路上野生动物众多，跑长途撞到袋熊、袋鼠或者鸟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夜晚，运气不好的话，几分钟的山路你就会遇上几十只成群结队的袋鼠，更别说还有野鹿、野牛或者中部的野骆驼。我自己开车再小心，近10年也撞过几只手都数不过来的动物，而车头又是整个车最脆弱的地方。如果动物把你的水箱撞坏，那你就只能趴在路边走不了了。由于澳洲地广人稀，假如你恰好又处于非主要城市之间的道路上，那可能方圆几百公里都没有手机信号，更不会有半个活人知道你遇险可以来帮助你。运气好的话，你第二天白天可能可以遇到好心的过路人；运气太差的话，接下来几天的吃喝你可能只能在车边上解决。所以你会看到澳洲很多车都会安装bull bar来保护车头，甚至很多乡村人的小轿车车头上也会安装bull bar才敢上路开出门。虽然bull bar防不了大型的野生动物，但是对抗下狐狸、袋鼠这样中小型的动物，还是至少可以把你的水箱保住的，把你的损失降到最低，这样至少你还可以上路开回家。再加上假如你有4驱越野的需求，前杠可以大大提升车头的离地高度，让你的车有更强的通过性，也可以给安装绞盘、对讲机的天线等东西提供一个平台。毕竟你跑出城只能靠对讲机来联络人，手机是没有信号的，所以bull bar这东西在澳洲可以说是自驾必备的一个汽车配件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澳洲一出城区就可以看到人人的车头上都顶了一个bull bar在跑。为了装新的前杠，我先要把旧的前杠给拆除。假如你车上还是原厂的塑料保险杠，那么你在安装之前，同样也需要把车头的塑料保险杠和里面的防撞梁都拆除，拆到只剩下车头的车架。拆到这个程度以后呢，就可以看到我汽车的大梁了。前杠就是安装在大梁上的，或者叫汽车的车架。那在拆的过程中有几点我还想起来可以和大家提一下，就是如果你车原来还是用的原厂的塑料保险杠的话，那保险杠上可能有很多传感器。我在上次装前杠的时候已经把很多东西全部移到上面去了，所以呢下面这里是没东西的。如果你原厂的保险杠上有这种塑料的传感器什么的，你可以想办法移到上面去，这些都是我改过位置，你可以在现在这个时间把这些东西都做好，以给安装新前杠做好准备。接下来我就要把我这次买的新杠的包装给拆开，准备安装我的新杠了。这次我买了 Land 4x4 品牌的前杠，如果你是刚接触越野车改装的话，你可能都没听说过，但是很幸运我在网上找到了这家的前杠，他们家的产品设计里面特别的细致，符合我对前杠非常苛刻的要求。这个前杠在细节设计上远比那些老牌的大品牌要用心很多。具体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个前杠，以及它所有细节的优点，等我装完了以后，我会给大家详细做一个对比。现在我把包装全部拆掉以后，就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装上了。
我先给大家快速讲一下整个前杠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首先最显然的就是整个前杠本身，主要就是前杠的一个外壳。那里面呢可以看到有2个主支架，这个是固定到我的车架上的，包括还有一些辅助的加强件，让它固定在车架上更牢固。最后前杠就是固定到这个支架上的。再往后面呢可以看到一个绞盘支架，这个是替换掉原厂防撞梁的位置的。根据不同品牌的设计，大部分情况呢没有绞盘支架也不影响你前杠的安装。我车上也没有装绞盘。不过呢 Land 4x4 整套前杠是已经包含了绞盘支架的，不需要再另外加钱了。它甚至还包括了车头前面的下护板。另外呢，前杠的侧面下面也有一些装饰板，主要是用来导风用的，还有填补车头大灯部分的配件。最后这边还有橡胶条和所有的螺栓螺帽，外加它的杠还送了4个 LED 的射灯。那这就是前杠的所有零件了。现在我就要直接开始安装了。第一步我要安装的是前杠的2个主支架和绞盘支架，那我就从就近的这侧开始。绞盘支架呢是待会儿整个遮住我2边的车架的，然后呢前杠的主支架是在这个外面的，再然后2个辅助的支架，一个是在车架的外侧，另外一片对称的是放在车架的内侧。所以理论上来说，如果你不装绞盘的话，绞盘支架是可以不装的，直接把前杠的主支架也是可以装到车架上的。不装的话，你可能还可以省10公斤的分量。虽然今天我没有装绞盘的计划，但是为了做演示，我也是会把绞盘支架给装上的。夹着车架2侧的这2个配件的中间是有个螺栓的孔位的，我们一会儿会通过这个孔位把2个支架给固定在一起。不过我车架上是没有这个孔位的，所以呢我要在上面钻2个洞。我刚才已经用记号笔标记出需要钻洞的位置了，现在我就可以在车架上先钻洞。那么注意，安装汽车配件的时候，如果要在车架上打洞的话，在车架的2侧打洞都是合法的。关于这个内容我最后还会展开再讲。现在我先把需要打的4个孔全部打掉。打完孔，我用刷子把钻洞留下的铁屑都清理一下，并用吸尘器彻底吸干净。因为打完孔最重要考虑的一点就是以后的防锈，必须要保证车架上没有一点铁屑的残留，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都清理干净了以后呢，我要用新粉漆把暴露的铁都给喷上。新粉漆里面的新粉能最大程度的防止铁车架生锈，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偷懒，能多喷点溢出来也没关系，反正外观上也看不见，你凭自己能力把防锈做到最好就行了。那我稍微让它干一下，然后就可以把东西给装上了。现在我把2边的铁支架给套上，然后它是用一颗长的螺栓把它们固定在一起的。这颗螺栓这样穿进去，穿入刚才钻的洞里，再从另外头穿出，套上垫片和螺帽。这个原厂的塑料罩是导风用的，一般你找人家装前杠，人家为了省事，肯定直接把这个扒了，因为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原厂设计在这，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所以待会儿装上以后，我看看如果能保留下来，我就尽量给它保留下来。暂时我发现没有什么影响，我就先不去管它了。那螺帽呢，我只要套上，挂上螺纹就行了。我现在先不收紧，等支架全部装上了以后再一起收紧，这样比较精确。然后我就可以把绞盘支架给搬过来套上了。另外，整个前杠的主支架我也要套上。前面一共有6个螺栓要固定，中间这2个是用原厂的螺栓的。我把原厂螺栓先套回去，因为它反面的螺帽是焊在车架上的，所以和其他几个孔稍微有点不一样。好了，现在呢它已经不会掉下来了，然后我就可以把剩下的螺栓都一个个给它套上。反面的垫片和螺帽也是一样的。好了，最后8个螺栓螺帽我都套上了以后呢，在拧紧前我还要精确调整一下它的位置。那现在可以看到，这支架左右都是可以滑动的，绞盘支架左右也是可以滑动的。那我们要给它调到一个居中的位置，用膝盖把前杠顶起来一点，把支架的宽度调到和前杠这边对上。如果你的车修过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对称，那你就需要把前杠完整的放到它该安装的位置，然后你才可以精确的调整。那我这边不是太担心，我主要就是看整个支架有没有居中就可以了。我先2边看着螺丝的位置，调整一下绞盘支架和车架相对的位置。绞盘支架调完了以后，我再移这2个主支架的位置，确认2边都精确无误以后呢，我把前杠挪下来一点，2侧先各收紧1颗螺栓，这样它就不会乱动了。我在最后把前杠套上核对一下，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拿走了。接着把剩下的刚才套上的螺栓全部收紧，收的时候也注意一下左右对称着收，以防止有零件之间较着劲。全部拧上以后呢，我的绞盘支架和前杠的主支架就已经完全装完了。另外刚才提过的一点，里面2个塑料的导风板我也想办法固定好了。我最后在绞盘支架上各钻了一个洞，然后各用1颗螺栓把它固定到位了。以后发动机里面风扇工作的时候，从外面往里面吸风就不会受到干扰。虽然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自己 DIY 安装的好处就是可以花精力把这些细节都做好，这样我心里就特别舒服了。
接着下一步其实就应该把前杠给装上了。我这里也抱过来试装了一下，但是发现一个问题，我都没有办法套到孔位进行试装，因为我车原厂的塑料保险杠和中网还是卡住了新的前杠，说明今天我也不能偷懒，我一会儿还是要做切割。不过对看视频的你可能就赚到了，我今天必须得演示如何切保险杠。所以现在我先要把中网和保险杠都拆除。那其实这个杠，如果你按照它的要求装的，它这边是有个填补的配件的，可以把灯和前杠之间的区域给填掉，这样就可以不用切原厂的保险杠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颜色不是很好看，黑色的嘛，所以虽然你可以有不切原厂保险杠的一个选择，但是呢，我还是会把原厂保险杠切一下，然后填在灯下面这个部分，这样更符合我自己的要求。那切塑料保险杠呢，我用过的有3种方法。第一种大家直观能想到的就是用角磨机来切，沿着线一刀切下去就行了，对不对？但是呢，角磨机切有很多问题，就是塑料一磨呢它就融化了，然后呢会甩出来很多高温液体的塑料，清理起来非常麻烦。所以只有非常复杂，别的工具没法切的情况下，我现在才会用角磨机去切。第二种方法呢，我试过了，就是用这种铁皮剪，虽然是塑料保险杠，但是用铁皮剪去剪还是非常有效的，还是挺容易把塑料保险杠给剪开来的。那铁皮剪虽然切起来很快，但是也有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就是切完的边缘是很毛糙的，非常粗糙。所以呢，如果你要切非常精致的地方，第3种办法呢，就是用一个刀片再加一个打火机。你把刀片用打火机加热了以后，再去切塑料保险杠的时候，就像切黄油一样，非常顺滑。那这个方法也不是最完美，因为你一会儿烧一会儿切，速度会很慢，效率不是很高。不过话说回来，这几个方法切塑料保险杠都是能切的，你家里有什么工具用什么就行了。汽车的中网我也会趁这个时间，也用同样的方法标记出来做切割。最后我把切完的保险杠和中网都依次分别装到车上，现在只要确定刚才切割的线条和整个前杠的轮廓是平行的，就知道这里的切割是精确的，一会儿安装的时候就不会再有问题。待会儿固定前杠的时候再调整这条缝隙的大小就行了。但是现在我还不可以直接把前杠给固定上，我车有一个自适应巡航的传感器需要安装在这个位置。另外更重要的是边上雾灯的线都还没有接，雾灯也没有安装，这些东西在地上安装完，再把它整个抱上来固定前杠会比较简单。而且呢，可以看到这个前杠的设计，整个网的镂空度是非常高的，是可以完全看到我后面白色的车身的，这样呢就有点难看，所以我还要把里面的车身下面的部分都喷黑，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那么明显。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所以我还需要把杠先抬下来，把这些问题都处理完了以后，再来安装整个前杠。我到杠的内侧，先来安装自适应巡航的这个传感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全杠设计时候已经考虑到预留了这个传感器的位置。那么很显然，它这个设计呢是要把原厂的这个支架给移除的，直接把传感器装到这上面就行了。所以这里呢，我先把原厂的支架给拆下来。现在呢，整个传感器就可以像这样装上了。那我依然会使用几个可以动的螺栓，不会给它贴在上面装。这样的话呢，可以调节它的指向和角度。我先把螺栓都套上，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是怎么弄的。那仔细看这个区域啊，我用一个螺栓给它套下去，然后呢下面拧了个螺帽，这样呢就可以把传感器这侧给夹住。再往下呢我又套了一个螺帽，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和前杠给收紧。那整个距离呢我就可以通过调这颗螺栓来调节，调节完了以后呢再把上下2颗螺帽给收紧，它就稳定不会动了。一共3个固定的地方，下侧2个呢可以调整个东西的左右角度，调好了以后呢再调上面这个，可以调它的上下角度，把它调到完全水平，整个传感器工作就不会有问题了。雷达固定完以后，还有雾灯需要固定。购买这个前杠的时候，它是包括雾灯的，而且它不只是配了2个雾灯，它一共配了4个雾灯。考虑到大多数厂家雾灯都是要加钱另购的 ，Land 4x4 做的就非常好。这里它配了2个 Spotlight， 配了2个 Floodlight， 这个光型是散的，可以照更大的区域。而这个光型是尖的，照的区域更小，光源更集中，它一侧就可以装2个雾灯，可以满足2个光型同时装的需求。那么考虑到它这个网格的形状呢，靠内侧的会比较宽，靠外侧的会比较窄，所以我准备把射灯装在靠外侧，然后散射的这个灯装在靠内侧。这样的话呢，这里散开来照的区域就比较广，不会被这边狭小的空间给挡住。反过来装的话，就会损失掉不少光线。那另外呢，大家注意到我把它本来银色的这个网格给喷成黑色的，也是怕光线过多的散射。我这里稍微做一下小小的改动。另外呢，我在它的这个网格和我的前杠之间还夹了一层纱窗，防止虫飞到我前杠里面来。看我之前视频的朋友肯定知道，我在所有车中网的地方都喜欢加个纱窗，以后可以防止水箱卡太多的死虫子，影响散热效率。现在我先把雾灯大概的位置套上，但先不收紧，一会儿再做微调。我先来接电线，
那这2根线呢，我会同时接在一起，也就是接到一个开关上，车里一键同时控制近光和远光2个灯。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了，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你可以直接把这个线接到原车的线上，把原车线剪了，然后用绕铁绕在一起就可以了。但是呢，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有强迫症，我喜欢做的和原厂一样，我希望原厂那个插头还能用，我把原厂灯泡上的这个线想剪下来重复利用一下，因为这个灯已经锈得一塌糊涂了，这灯泡以后我也不想用在别的地方了，我准备丢了。那这上面的头就不要浪费，我改造一下的话，这个接头还是可以继续用的。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线比较细，我现在跑2个灯呢，可能有点不是很安全，所以我想把这个线换粗一点，然后再接到这2个灯上。那这里怎么做呢？我也不想太详细的讲了，我估计大多数人也不像我一样有这么强的强迫症，但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把这里面2根线给挑出来，里面这2个金属的插片要保留，把这个线的部分给换掉。总之拿根针仔细挑，就可以把上面铜片给挑松，然后我再剪一根粗一点的双芯线给它插在里面就行了。说实话，没有什么太多的技巧，只是需要多花点时间而已。你看现在我弄完了以后，它掰直，再给它插回去就可以了。当然左右方向不要搞错，红的和黑的正负极。好了，你看这样一个线头就做完了，是不是还挺方便的？然后这段线束和雾灯上的线束给弄在一起就可以了。那这里你当然可以用绕铁去绕，但大家懂我的，由于是我自己车嘛，我都喜欢做的完美一点，所以呢，我就要用专门的接线帽来做，以后拆起来也方便。我把4个接线帽都夹好，然后把2头的线都插紧，这样的话线束就做完了。最后我把2个雾灯的位置都调整准确，我想让它们分得开一点，这样2边的光线不受影响。边上这个射灯直接对着前面，把它拧紧，然后这个我就给它对着侧面，同样也给它拧紧。那这样就装完了。另外一面的灯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我也像这样装。这些小东西都装完了以后，那我的前杠就可以准备最终固定到车上了。那刚才说过我要把后面白色的车身喷黑，这样外观美观一些。这里我正好有个汽车喇叭，我稍微移除一下，并把这里所有的电线都撇开一些。在之前好多期钣金喷漆的视频里我也讲过，新的漆要粘住，就要保证旧的表面必须是毛糙的。这里我就必须用砂纸把我要喷漆的部分稍微打磨一下。当然这里不是做钣金喷漆，这是包在车身里面不明显的位置，我不需要磨得非常完美，我只要表面毛糙，以后不掉漆就行了。而且很显然这一步甚至都不是必须的，你要是本来就是深色的车，或者你不在乎外观的话，喷漆这步不做也没有任何影响。你如果去车行找人家装前杠的话，肯定也不会有人做到这么细节。不过我一直说自己在家 DIY 的好处就是可以把每个部分都做到完美，所以自己在家施工永远会比请专业的工人做得好。现在漆喷完，我等这边稍微干一下，然后就可以把前杠给固定上了。现在前杠上的雾灯已经准备完了，车身上我喷的黑漆也已经干了，包括喇叭和线束什么的我都已经重新装回位了，只留下了待会儿插雾灯的线路。那现在呢，我就可以准备把前杠给抬上去了。先2边各插1根螺栓，防止前杠掉下来。接下来要调整的就是前杠和车身之间的间距。那一般来说呢，前杠和车身之间最好留2厘米的间隙。我之前那个前杠离开车身大概12毫米左右，但是后来发现我车身上也是有前杠撞到的痕迹的，所以这次我就多留一点，我尽量调整到留大概1根大拇指的距离会比较好。这里我用一个橡胶锤轻轻拍打，把前杠彻底调整到我想要的位置。不仅是前杠高度的问题，还要把前杠的前后调到左右对称，这样安装完看上去也美观一些。这一步2个人来做会比较简单轻松一些，但是我就给大家看一下，1个人在家做也是可以完成的。那调整完距离以后，你可能还是担心前杠在越野的时候撞到车身。前面塑料的这些都无所谓，都是有弹性，一点点形变是没有关系的。但车身侧面翼子板是铁的，如果被前杠挤到的话，它是会挤变形的。所以呢，最好在中间再做一层缓冲。前面大家也看到，这个前杠是配了这个胶条的。那我们可以把胶条卡在车身上，或者呢，你可以把这个卡在前杠上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就跟前杠之间有一点点缓冲。不过呢，我嫌这个太难看了，我就准备只在车身侧面贴一个海绵条。我剪了2段密封门用的这种海绵条，它一边呢是有双面胶的，我就可以把它放到车身和前杠中间这个位置，像这个样子，这样填在里面更加隐蔽，既解决了我需要缓冲的问题，也没有妨碍外观的美观度。紧接着我马不停蹄的把前杠2侧的3颗螺栓都分别拧紧固定到位，每边各3颗，一共6颗螺栓。这全固定到位以后呢，整个前杠就算安装上了。接着之前雾灯的线路我也给它插回去，并把电线扎紧，防止它掉下来。电线都插上以后，就可以开始装下面的护板了。我先把护板塞到位，把每颗螺栓都套上，等所有螺栓都套上挂上螺纹以后，我再用螺丝刀把它们全部收紧。那由于这个新的杠和我之前那个旧的杠造型是不一样的，我之前切的前轮的内衬和这个形状不是很符合，我还要再重新切一下。那这里我用记号笔把要切的轮廓给标记出来。
那下面这个位置呢，由于之前那个前杠的造型我已经多切掉了很多，这里我就不去管它了，我也不会为了差这一点点再重新去买个前轮的内衬，这里我用小刀把能切的切了就行了。固定整个内衬的时候，要考虑到前杠和车身之间还是会有活动的，所以呢，我们尽量要把内衬也固定的松一点，不要给它绷得太紧，而是要给它往上推一点，让它再有上下移动的话，它自己也有点预留。那同样，它套件里都配了螺栓，在内衬上标记出需要钻孔的位置，用电钻打完孔以后，再用螺栓把内衬固定到前杠上就可以了。刚才说过，我这个内衬之前已经多切掉了，所以下面没有办法用螺栓固定的地方，我就用扎带把它扎紧就行了。好了，最后一步就是安装上前杠搭配的下护板就行了。所有螺栓的孔位都很精确，直接拧紧就行了。另一头也是直接接到原厂车架的孔位上，不需要做任何调整。那这样我的前杠就全部装完了。好了，新杠已经安装完了，接下来我就带大家看看这个杠的细节，和大家讲讲选购BUBA的时候有什么需要参考的因素。那购买BUBA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上路的合法性，在澳洲也就是符不符合 ADR 标准，你需要对你自己和路上其他行人的安全做考虑。ADR 对BUBA的每一个细节都有详细的要求，我这里没有必要展开来细讲，但主要就是规范了BUBA是不是能兼容原厂的安全气囊，形状上也不能有锋利的突出或者遮挡司机的视线。严格说，每个产品都是需要做碰撞测试的，这就是为什么澳洲的BUBA没有北美那些 off-road bumper 那样具有攻击性的设计。每个国家法律要求不同，那些无法兼容气囊、无法保护行人、具有攻击性的设计，在澳洲都是没法合法上路的。那至于 ADR 的细节，作为BUBA的厂商，它都是要自己去细嚼的。但我们消费者不用太在意细节，只需要问清楚厂家它的产品是不是符合 ADR 的规定，那就对我们的上路没有任何影响。这里不管我的旧杠还是新杠，很显然都是符合 ADR 标准的，也都是可以合法上路的，所以我才会购买。合法性讲完了，我再来讲讲BUBA的材质。我新老两个前杠都是3毫米的铁板焊成的，那绝大多数的BUBA也都是纯铁的，但有小部分厂家是做铝合金的前杠，你也可能可以买到。总体来说，在选购BUBA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尽量都选铁的。铝的前杠虽然会比原厂的塑料保险杠结实耐撞动物一些，但是基本撞一次就变形了。虽然能保住你的水箱，不让你趴在路边，但等你回家就需要考虑换新杠的问题了，代价还是挺大的。铁的前杠在撞完动物，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所以总体来说寿命会长很多。另外，铝合金表面是比较软的，是没有办法承受越野的时候刮到土的，所以如果你有越野需求的话，就更少了一个选择铝合金前杠的理由。铝合金前杠相对于铁的前杠，主要优点是它会轻一些，不过铁杠只要设计的够好，它也可以非常轻，就像我这次换的这个新杠，所以实际分量上的差距不会那么大，这就是我一直认准铁杠的原因。现在 ARB 开始卖一种塑料的前杠，叫 Smart Bar， 和原厂塑料保险杠不能受力的设计不同， Smart Bar 是可以用来防御动物的，而塑料撞完形状就是可以复原的，不会像铝合金前杠一撞一个坑。所以假如你对轻量化有极致追求的话，这也是比铝合金前杠更好的一个选择。那说完材质，接下来就是前杠的具体设计了。我来解答一下我为什么买了一个新的BUBA。那一般路上呢，BUBA可以分成2个大类，一类就是传统大厂设计这种通用外形的前杠，包括 ARB、TJM、Ironman， 包括我这边用的 MCC。这些公司设计的前杠呢，不管你是什么车型，外形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的。主要区别呢，就是里面的一些支架会根据不同车型进行一些改动，还有就是车灯周围的铁管会根据不同车型的形状稍微做一些调整，其他主要部分看上去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另一类呢，就是我这次购买的这种小厂做的BUBA，每个车型都会按照符合车型的线条来单独设计，虽然生产起来会相对繁琐一些，但是解决了很多通用式前杠的问题。这类前杠的品牌有 Offroad Animal、Unique 4x4， 包括我今天买的 Lander 4x4 的产品。我原本一直以为大厂的产品会更靠谱一些，但现在发现大厂除了生产加工的一些工艺上会更先进一些，其实产品设计本身是落后小厂一大截。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你就知道为什么了。这些通用外形的杠呢，为了兼顾不同的车型，降低生产成本，它们的轮廓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美不美观咱先不说，它大大破坏了车头的流线性，增加了风阻，也增加了没必要的油耗。小厂在设计上明显就用心很多，都按照每款车车头的形状定制了最贴合车头形状的前杠，在达到相同功能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把前杠可能会带来的风阻增重的影响降到最低。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我的新杠明显比我的旧杠短了很多，不仅是车头中间短了很多，更重要的是两侧车轮前面的位置提升了非常多。这样不仅是分量轻了，风阻小了，更重要的是大大改善了前轮的接近角，让越野的时候不容易吃到土。
另外一点，我一直想吐槽的就是大厂设计的前杠喜欢在上面用这么粗的钢管，白白浪费了很多分量，其实对防撞并没有什么帮助。因为上面这边力臂已经太长了，如果你撞到动物的话，整个波把本身是不会变形的，反而会把你的整个车架给掰变形。从某种角度来说的话，对保护车其实是有负面影响的。当然，我不是说上面这个铁管完全没有用，我的旧杠边上有很多树枝划伤的痕迹，所以在越野的时候挡树枝还是有些作用的。不过只需要用相当轻、相当细的铁管也能达到一样的效果，不需要那么厚重的铁管，更别提现在大厂做的前杠上面的管子是越用越粗了。我这个是51毫米的钢管，现在很多厂甚至用63毫米的钢管，甚至还有用76毫米的钢管，越来越迷惑了。我甚至都惊讶，越来越粗，它竟然还是合法的。我这次没有再购买上面带钢管的款式，因为只要做过测试的厂家就一定知道上面的铁圈是弊大于利的。精心设计过的前杠，就算上面要配铁管，应该材料也是要尽量用细的，主要的目的是用来固定天线或者车灯用的，不可能用来防撞用的，绝不会用到2-3英寸粗的铁管来做。而且我个人觉得不霸的设计理念应该是在能保护前面水箱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去设计保护行人，这才是合理的设计，而不是比谁家的管子越做越粗。当然，前杠上没有铁管了以后，我的侧杠也就没有地方固定了。其实这也是我另外一点想吐槽的地方，这个东西其实就更鸡肋了。理论上来说，这个东西是在你越野的时候防止你侧面蹭到土墙的，来保护你车身的。但实际用过，你就会发现这东西根本受不了多少力，一顶就变形了。我现在去摇它，它形变都很大。而且如果你真的在越野的时候边上蹭过东西的话，你就会发现整个管子会被推进去，撞在里面翼子板上，给翼子板带来更大的损伤。所以我反过来想，翼子板损伤了以后又怎么样呢？像我这个 Ranger 的翼子板，全新的也就100多块钱，二手的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了，甚至喷漆都不用喷了。我为了这块不值钱的翼子板，整天带着2根这么重的铁杠跑来跑去，最后真的要依靠它的时候，不一定能给我带来什么帮助。所以我正好趁这次机会把这个也一起拆了，不仅是功能鸡肋，长得也非常难看，实在是没有用。那除了这些原因以外，这次我为什么选择了 Landon 4x4 的前杠，而不是其他小厂的前杠？其实还有2点原因。第一就是他们赢在了细节的设计。这个杠虽然最大程度了考虑了车轮的接近角，但是它也没有忘记考虑下面导风的问题。下面这个导风板的方向风阻还是非常小的，不像有些厂家设计的前杠，虽然考虑了极限的离地间隙，但却会大大增加跑高速时候的风阻。另外，前杠中间部分的设计也尽量贴合了我整个车的形状，中网的部分特意也往下抠了一下，没有阻挡我的中网，影响水箱的散热。不像有些品牌为了设计简单，会遮住一部分的中网，那就会遮挡水箱一部分的气流。那大家知道我的频道从来不接广告 ，Landon 4x4 这次也没有给我任何钱来介绍他们的产品，但是他们细节周到的产品设计基本满足了我所有的要求。我作为一名前工程师，我又特别在意这些细节的要求，自己掏钱给我自己的车买前杠，我当然会选择我自己认为设计的最完美的前杠。那其次第2点的原因呢，就是 Landon 4x4 前杠的性价比。大家搜一下就会发现，不管是大厂还是小厂，几乎所有厂家都在附件上做了文章。选雾灯要加钱，不然就用个塑料盖给你盖上。前杠下面的护板也要再多花几百澳元单独购买。甚至有的厂家连里面绞盘支架都需要单独分开加钱购买，所以原本看上去差不多价位的前杠，加上那些所有附件以后，价格可能就要翻倍了。这次我买的 Landon 4x4 的前杠，价钱里直接包括了雾灯、绞盘支架和下面的护板。如果按照其他厂家的价格来算的话，等于我买这些零件，前杠的价钱是免费送给我的。对我来说性价比就很高，我也不用再去考虑下护板能不能和其他品牌的兼容等等这样的问题。可以说 Landon 4x4 是提供了一条龙的解决方案，让我没有后顾之忧，不仅省了我的钱，也省了我的时间和精力。虽然 Landon 4x4 是个比较新的品牌，但是他们这样诚实实在的产品理念，我还是非常欣赏的。但是反过来说实话，他们的产品也不是没有缺点。首先就是他们的产品设计虽然比大厂要用心很多，不过流水线工艺上和大厂比还是有劣势的。大厂有给塑料件开模的条件，也有压圆弧的条件。如果你喜欢那种类型的风格，那不光是 Landon 4x4，任何小厂都很难满足那样的条件。另外呢，就是由于这次选了上面没有钢管的前杠，我的对讲机天线自己还需要再换个位置。虽然这个前杠中间提供了一些装天线、装灯的位置，但是呢，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我不喜欢有东西竖在我中网正中间，也不希望有灯装在这个位置阻挡我水箱的散热。所以严格说，这些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更应该说是我自己的一些偏好。另外最后一点，我觉得下护板的设计还有提升的空间。我在安装前杠的时候也联系Landon 4x4反映了这些情况。Landon 4x4告诉我，下一批的前杠对下护板已经做了调整和升级，将会采用更结实耐撞的设计。同时他们也告诉我，在研发上面带钢管的前杠，让客人有更多前杠的款式选择。
当你看到我这期视频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有了更丰富的产品线，已经解决了部分我以上提到的问题，能满足更多不同人的需求和品味。总之，我会把 Land 4x4的网站，也就是我购买前杠的地方，放在 YouTube 视频下面的说明区里。在澳洲有越野车配件需求的朋友就知道我是在哪里买的了。那好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了安装前杠的整个过程，讲了不同前杠有什么区别，选购的时候有哪些需要参考的因素，也分析了为什么我这次换前杠的原因。如果你觉得本期的知识和信息对你有帮助的话，不要忘记在视频下方帮我点赞支持一下。那么好了，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边，我是 Candy，我们下期再见。